楚氏天族今年的新人只有你们。濮阳天族有人问道，而濮阳寒与濮阳齐只是在旁边看着。他们虽然想问，但却并没有问，因为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几个楚氏天族的族人实在是太弱了，这种实力的修武者连让他们开口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是的，楚青开口说道，他的语气很是和善，但是却并不卑微，反而颇具气度。楚青终究是楚氏天族曾经的小辈第一人，此人不仅修炼天赋，在楚氏天族重出类拔萃，做人做事同样不凡。见楚青如此修为，在自己面前居然不卑不亢，倒是让在场的不少人吃了一惊，暗道这个楚氏天族的族人倒是有些不一样。你骗谁呢？难道那个楚风不是你楚氏天族的族人？濮阳天族中有人怒喝道，楚风弟弟自然是我楚氏天族族人。楚青淡淡的笑道，少废话，那楚风呢？躲哪去了？那位问道。躲，不知此话怎讲。楚青问道。哼，那楚风第一个进入这星宿大阵，结果到现在都没有现身，躲到哪里去了？你们不知道？那位问道。楚风弟弟的确是第一个进入这星宿大阵的，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似乎不会躲起来做什么事，况且他也没有躲起来的理由。楚青说道。好一个没有躲起来的理由，那你倒是说说，这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以及这第四层都看不到你那个楚风弟弟的身影，他若没有躲起来，你倒是给我说说，你的楚风弟弟去哪了？那位问道。他此话说完，便你大声喝道，楚风，别躲躲藏藏的了，是个男人就滚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你这个楚轩辕之子到底是何模样。怎么，我都这么说了，你还不敢出来？原来楚轩辕之子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啊！不用喊了，楚风弟弟也许根本就不在这里。楚青说道。他不在这里，那你倒是说说他在哪里？那位问道。也许他在第五层。楚青说道。什么？第五层？你不是在逗我吧？大家听到没有？这个楚氏天族的废物居然说那个楚风进入了第五层。听得楚青这样一说，那位不仅露出了讽刺的嘴脸，还极为讽刺的大笑起来。而这一刻，在场的不少人也是发出了讽刺的笑声。在他们看来，楚青真的说出了一个笑话。其实人们都知道，这星宿大阵的确有5层，只是这第4层已是极难入内，那第5层更是几乎没有人可以找得到。若是说楚风进入第4层，人们还能勉强相信，可若楚风进入第5层，那便是痴人说梦。可就在这时，在这第4层的深处，竟忽然出现一道耀眼的光华。那是什么？看到那光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而就在众人愣神的功夫，已是有人拔身而起，快速的向那光芒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是离岸之。见状，濮阳寒以及濮阳齐也是赶忙动身，紧接着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拔空而起，快速的向那光芒所在的地方飞掠而去。终于，众人皆是来到了那光芒所在的位置。而当人们看清那光芒之后，无一不是神色大变，那竟然是一道阶梯，直通天际，但却在半空之中忽然断了。这是通往第5层的阶梯，怎么会这样？为何这通往第5层的阶梯会忽然浮现？众人一脸不解。我倒是听前辈讲过，星宿大阵共有5层，每层之中都有着庞大的修炼资源。可若说修炼资源，便是第5层最为特殊。第5层的修炼资源不仅最为浓郁，且第5层的修炼资源乃是特殊2汇集而成的画卷。那画卷之中便蕴藏所有修武者梦寐以求的修武之道。那修武之道藏于画卷之中，唯有天赋异禀、领悟力过人者才能顿悟。每顿悟1分，那画卷便会减少1寸。若有人能够将那修武之道全部领悟，那满墙壁的画卷便会彻底消散。此时，这星宿大阵所有阶梯都将打开，所有阻拦都会消失。无论修为如何，天赋如何，所有人都可直达第5层。而当所有修武者达到第5层之后，便会召唤出圣灵兽。若是有人能够击败这圣灵兽，便可召唤出传说中的圣灵光之阵。人群之中，那位来自东郭天族的最强星宿缓缓说道：“对，我倒是也听说过这件事，可是传闻祖武修行界存在多年，能够进入第5层的人少之又少，而能够召唤出生灵光之阵的就更少了。据我所知，召唤出生灵光之阵的人，历代以来只有2个。”忽然，人群之中一名女子说道：“谁？”众人几乎齐声问道：“楚汉仙和楚轩辕。”那名女子说道。听得此话，众人皆是神色大变。楚汉仙和楚轩辕，在场之人不可能没人知道，而那2个人是谁，人们也都知道，那不就正是楚风的爷爷和楚风的父亲吗？想当年，这2位分别创造了祖武修行界的2个巅峰，并且第一次进入主域就都分别召唤出了圣灵光之阵。而现在，他们的传承者楚风进入这星宿大阵后，这第5层便被开启。难道这真的只是巧合？此刻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可能，那第5层之中很有可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楚风。先前是谁说楚风是懦夫躲了起来的？此刻李岸之开口说道。听得此话，那些先前嘲讽楚风的人皆是一脸难堪，许多人更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哼，你就能确定这第5层开启与那楚风有关？濮阳寒冷笑一声，他不得不冷笑，因为从始至终都在嘲讽楚风的便有他一个，甚至最开始挑衅楚风的便是他。他自然不愿意承认楚风做出了如此利奥德的事。阶梯已被打通，没有任何压迫存在，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通过那阶梯进入星宿大阵第5层。想知道结果，随我一探究竟，不就得知？离岸之微微一笑，随后便身形一纵，率先登上了那阶梯，进入了虚空之中。见状，人们陆陆续续飞掠而去。然而，在大部分人都在向那第5层而去之际，濮阳寒与濮阳齐却是互望一眼，2人有些不淡定了。事到如今，他们也会想，那个一直被他们羞辱的楚风，会不会真的在第5层？倘若楚风真的在的话，那他们2个今日可就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尽管内心慌了，
可是他们却没有选择，咬了咬牙，还是跟随众人掠向了那第5层。然而进入第5层之后，他们所看到的却是无数道彩色的雷霆。天哪，这是什么？望着周围的雷霆，就连濮阳寒以及濮阳奇也是被吓得连连倒退，甚至瑟瑟发抖，因为眼前的雷霆是如此的恐怖，那其中蕴藏的力量简直不可估量，轻而易举的便能让他们灰飞烟灭。枉你们还是天族之人，居然连天级血脉都不认识了。离岸之发出了讽刺的笑声。什么？这是天级血脉？听得此话，二人皆是神色一动。事实上，不仅是二人，在场的大部分天族之人皆是满面的震惊。虽然他们都是天族之人，从小便与9色神雷打交道，可是还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雷霆。其实也不怪你们，毕竟这可是神罚玄功而引来的神级雷霆。离岸之补充道。神罚玄功，听得这4个字，众人再度神色大变。毕竟神罚玄功那可是传说级别的玄功，但是人们又忽然想起，似乎楚风的爷爷楚汉仙以及楚风的父亲楚轩辕也都曾修炼了神罚玄功。这么说来，楚风岂不是真在这里？一时之间，人们都将目光望向这第5层的深处。而在众人的观望之下，那神雷开始消散。神雷消散之后，一道也是浮现在众人面前。此人面对众人，盘膝而坐，双眼紧闭。尽管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到眼前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却一眼就认出此人便是楚风。之所以认得出来，那是因为楚风的额头之上的符文上面便刻写着楚氏天族楚风这6个字，真的是他做的。神雷消散后，人们不仅能够看清楚风真身，还能够看清整个第5层。眼下人们发现这第5层的墙壁之上光秃秃的，那里还有那天地能量凝聚而成的画卷，这便说明真的是楚风将这里的天地能量全部领悟，所以才将第5层彻底开启。而事实上而已，的确如此。楚风在领悟此处的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后，便立刻开始尝试突破。此刻楚风的修为已是成功的从8品天仙提升到了9品天仙的地步，并且此次收获极大，甚至楚风隐隐约约间已经触碰到了5仙境的门槛，只差一点，楚风便可突破到5仙境。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猛然睁开双眼，且立刻站起身来。楚风睁开双眼后，根本就没有看向离岸之等人，而是抬头观望，望向了这第5层的上方。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正在那上方汇集，只是能够感觉到这股能量的却只有楚风一人。因此对于楚风这忽然间的举动，人们都很是不解。若非要理解，人们只会理解为楚风对他们的轻视。不，这哪里是轻视，这简直就是无视。对于楚风这样的无视，濮阳寒很是不爽，指着楚风大喝一声：“楚风，你也太目中无人了吧！”听得濮阳寒这样一喊，楚风才将目光投了过来。其实以楚风的感应力，岂会注意不到他们出现？只是相比于他们，楚风更重视那正在凝聚的力量罢了。但是眼下对方开口，楚风却也不好不加以回应。“你认识我？”楚风问道。“你额头上面刻写着你的名字，我想不认识你也难。”濮阳寒冷声说道。“差点忘了。”听得此话，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说道：“那你有事？这第5层是你开启的，你倒是有些本事啊，不妨直说吧，我想领教一下楚轩辕之子的本事。”濮阳寒说道。他之所以敢这样说，那是因为楚风隐藏了气息，他并没有感受到楚风此刻的气息，也不知道楚风现如今的修为。虽说楚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入了这星宿大阵，又开启了星宿大阵的第5层，可是这只能证明楚风天赋异禀，却不能证明楚风实力利奥的。所以他很想领教一下楚风的实力，毕竟若是能够击败楚风，那也就等于他击败了离岸之，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增加名气的大好机会。你妈，算了吧，与我交手你不够资格。楚风淡淡的瞥了那濮阳寒一眼，随后便再度将目光投向了第5层的上方。你这家伙真是狂妄！听得此话，濮阳寒顿时大怒，说话间掌心一翻，一把半成仙冰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然而那半成仙冰刚刚握在手中，却又立刻脱手飞出，最终落在了地上。与此同时，那濮阳寒更是拔空而起，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地按在了这第5层的墙壁之上。我说了，与我交手你不够资格，你就别讨没趣了。就在此刻，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只是在说此话的时候，楚风连看都没有看濮阳寒一样，目光一直盯着第5层的顶部。可是此时此刻，在场的人们则是更加的不淡定了。莫说旁人，就连了解楚风实力的离岸之也是满眼的惊讶。楚风出手的那一刻起，他们已是能感受到楚风的气息。9品天仙这个实力，在100岁以内的小辈之中，绝对是非常可怕的存在。此刻离岸之内心极为复杂，想当初楚风只是6品天仙，便战胜了身为7品天仙的他完全可以想象，身为9品天仙的楚风又会何等的强大。怕是5仙之下，已经没人是楚风的对手。但最令离岸之不安的是，楚风修为增进的也未免太快了，距离上次交手其实并没有过去多久。他在此期间如此努力的修炼，也只增进了1品修为，并且还多亏了这星宿大阵。但是楚风竟然从6品天仙提升到了9品天仙，增进了足足3品修为，这让离岸之望尘莫及，不得不去想此生此世他是否还有机会追赶上楚风。大家速速离开此处。就在此刻，楚风忽然大喝一声，然而对于楚风忽然间发出的凝重之音，众人却是有些不知所措。快走！就在此时，楚风则是再度大喝一声。当楚风说完此话之际，他便立刻自第5层飞掠而出，与此同时也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将在那第5层之内的所有人强行的带出了第5层。离开第5层之后，楚风便带着众人快速的向远处飞掠而去。对于楚风此举，人们还有些不解。可是楚风飞掠出去没有多远，那第5层所在的位置便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
轰鸣。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涟漪更是横扫开来，一时之间，莫说尘土飞扬，那方圆数万米之内的一切都被摧毁开来。而当人们再度望向那片虚空，发现一只长达1000余米的庞然大物竟然出现在了天际之上。这是一只由白色的光华所凝聚而成的怪物，它的4肢似马，身子似虎，而头则似是一只恶狼。但最重要的是，它长得如此凶神恶煞，可是却光芒璀璨，普照八方，宛如圣物一般。但是眼下，人们最惊恐的却是，这怪物所散发的气息是如此的恐怖，那简直就是毁天灭地的力量。看到这怪物，在场的大部分人都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中涌现出感激之色。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要强行带他们离开第5层了，因为这个怪物正是自那第5层而生。还好有楚风，否则他们在场的所有人怕是都要遭殃。这星宿大阵内怎会出现如此怪物？此刻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因为眼前的怪物实在太强大了，那简直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楚风也不知道当如何处理这怪物。面对如此存在，除了逃，他似乎已经想不出解决的方法了。楚风，这便是圣灵兽。忽然有人提醒道：“圣灵兽，此物为何会忽然出现？”楚风问道：“它如何出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击败此物，便可召唤出圣灵光之阵。若是能够召唤出圣灵光之阵，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圣灵光之阵修炼。”有人再度说道：“哦。”听得此话，楚风则是目光一动。虽然没有人与楚风解释这圣灵光之阵究竟是何物，可是楚风却能够想到，这圣灵光之阵应该是另外一座修炼大阵，并且应该比这星宿大阵还要厉害得多才是。说实话，当听到圣灵光之阵的那一刻，楚风也是动心了。毕竟楚风距离5仙境只是1线之隔。不对，可是猛然间，楚风又意识到不对，毕竟要击败眼前这个怪物，才能召唤出那所谓的圣灵光之阵，而眼前的怪物简直太强，这简直就是不可战胜的。最重要的是，楚风发现眼下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并且那目光竟然充满了渴望与期盼之色。猛然间，楚风醒悟过来，这些人是想我去收拾那怪物，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收拾那怪物吧？楚风以一种不确定的语气问道，同时目光也是充满惊讶，因为他想不通人们为何会对他寄予厚望。明明那怪物那么可怕，人们不可能感受不到才对。楚风公子，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在此之前已有2位前辈成功击败了这圣灵兽，而这2个人你都认识，并且与你关系非同小可呀。有人开口说道。谁？楚风目光一动，其实他心中已经想到了一个答案，只是他还是想从众人口中确定一下，那便是你的爷爷楚汉仙大人以及你的父亲楚轩辕大人。那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变得不再平静，对方让他确定了自己的猜测，而这个答案让楚风内心的情绪波涛汹涌起来。自己的爷爷和父亲居然都曾击败过这圣灵兽，召唤出圣灵光之阵，正因如此，人们才觉得他也可以做到，因为他是楚汉仙的孙儿，楚轩辕的儿子。事实上，就连楚风自己都有了一种使命感，自己的爷爷和父亲都做到了，自己若是做不到，那岂不是辱没了爷爷与父亲的名声？他这个后人也未免太差劲了一点吧？人们一定会觉得楚汉仙与楚轩辕那逆天的天赋到楚风这里失传了。楚汉仙的孙子和楚轩辕的儿子果然是一个废物，2位绝世天才，被人铭记与传唱的大人物，一世英名将毁于楚风这里。楚风，你有所不知，这么多年来都少有人能够进入第5层，更别说召唤出圣灵兽了，而你却成功的召唤出了圣灵兽，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啊，楚风公子，你的天赋实在厉害的，与你真的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圣灵光之阵。楚风公子，你应该也知道，正常来说，我们就算召唤出了光之阵，可因为阵法限制，我们也无法进入光之阵，更别说享用光之阵内的修炼资源了。但是圣灵光之阵则是不同，只要召唤而出，我们都可以直接进入圣灵光之阵。此刻，众人再度纷纷开口，那话语之中皆是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期望，他们都希望楚风能够击败这圣灵兽，带领他们进入圣灵光之阵。听到这里，楚风的心中也是燃起了向往的火焰。本来就算他们召唤出光之阵，但也没有机会享用，因为只有灵狐天族的人可以享用。就算他们召唤出光之阵，他们也只是在为灵狐天族的族人做嫁衣罢了。可若是如众人所说，只要召唤出圣灵光之阵，他们便能够进入其中修炼的话，那不仅是能够获得修炼机会那么简单，同时也就避免了灵狐天族独享修炼资源的局势。想一想，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只是那圣灵兽如此恐怖，该如何战胜于它呢？大家能不能冷静一点？就算你们想要进入圣灵光之阵，也请看一看那圣灵兽的实力，这样可怕的家伙，谁能够战胜他？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自私？为了你们的一点私心，就让我楚风弟弟去送死？忽然，一道充满怒意的声音响起了，是楚双双。楚双双眼见着这些与楚风本不相关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心，就让楚风去挑战那圣灵兽。他真的感到愤怒，因为楚风如果死了，对他们来说毫无损失，可是对楚氏天族则不一样。若是楚风真的出现3长2短，那对楚氏天族来说绝对是极大的损失，甚至是不可磨灭的。听得楚双双的话后，不少人则是沉默地低下了头。其实，若是换做之前，楚双双这种角色敢这么对他们说话，他们一定会给楚双双一点颜色瞧瞧。可是现在不同，他们都见识到了楚风的实力，有楚风撑腰，他们就算不爽，也不敢对楚双双如何。更何况这件事，楚双双说的也没错，他们的确有些过分。而事实上，楚双双的一番话之后，倒也的确让人们冷静了下来。人们看向那远处的圣灵兽，也是不由陷入沉思。如此强大的怪物，
简直就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当年的楚汉仙和楚轩辕又是如何击败这个强大的存在的呢？可是就在这时，那圣灵兽的下方竟然光芒闪烁，很快的一座大阵浮现而出。那大阵浮现之后，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因为那大阵外表来看，光芒璀璨，简直像是一座圣地。甚至当那大阵出现之后，那在虚空之上威震八方的圣灵兽眼中竟涌现出了一丝恐惧之色。人们都意识到，这大阵应该与圣灵兽有着非同小可的关联，又或者是蕴藏着让圣灵兽都为之忌惮的力量。可是观察那大阵的中心区域，人们又是一脸的惊恐，因为那大阵的中心区域就像是一个火山口，可以眺望到里面的情况。那其中岩浆滚动，热浪升腾，甚至那岩浆之中还有着无数只手密密麻麻的探出，就像是恶灵之手，要将人强行拖入其中。与此同时，阵阵可怕的嘶吼也是不断自那入口处传来。那哪里是岩浆，那简直就是地狱的入口，可怕到连那强大的圣灵兽都对其充满了忌惮。算了，走吧，别想着击败圣灵兽了，要是再不走，那圣灵兽不杀咱们，那可怕的阵法都要吞掉咱们。就在此刻，有人低声说道。听得此话，人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眼下的情况的确是太危险了，那强大的圣灵兽已是让人们束手无策，现在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宛如地狱入口的阵法，那感觉简直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吞噬进去，然后撕裂抹杀。试问如此危险之地，谁还敢在此久留？可是就在人们准备逃离此处之际，一道身影却是飞掠而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地掠入了那宛如地狱入口的大阵，扑通一声进入了那满是恶灵之手的岩浆之中。楚风！猛然间，一声充满担忧的声音响起，因为那掠入其中之人正是楚风。此刻，众人一脸的茫然，他们不明白楚风为何要自寻死路，跃入那宛如地狱的阵法之中。莫非是那阵法强行将楚风吸入其中？可是若真是阵法所吸，为何他们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吸力？然而在众人不解之际，那圣灵兽凶悍且凌厉双眼之中却是不安之色越来越浓。可是就在楚风落入那阵法没有多久，那阵法竟然开始发生变化。那阵法开始变化，血红色的岩浆开始自那阵法的中心喷发而出，随后竟然化作一只血红色的巨兽。这只巨兽似龙非龙，尖牙利齿，极为可怕。而它所散发的气息不仅丝毫不弱于那只圣灵兽，它的体型竟然还比圣灵兽大了足足10倍不止，当真是贯穿天地的庞然大物。怪物果然是个怪物。看到这只血龙，人们都更加确定那的御阵法的危险。相比于圣灵兽，这只血龙戾气冲天，就宛如真的是自地狱钻出来的怪物。可是就在这时，那血龙忽然发出一声咆哮，紧接着龙尾一摇，竟然释放出血红色的光芒，快速的扩散开来。看到那血红色的光芒，所有人都是心头一紧。那血红色的光芒力量极强，并且速度极快，若是击中他们怕是在劫难逃。而最可怕的是，那血红色的光芒扩散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他们简直避不可避，逃不可逃，只能等死。然而令人们感到惊讶的是，那血红色的光芒体却在靠近他们之后就停止扩散了。定目观望，那血红色的光芒体化作了一个超大型的护盾，这是封锁结界。在此刻，离岸之惊呼出声，封锁结界，好像真的像是封锁结界。那血龙是故意释放出这封锁结界的，莫非他是怕圣灵兽要逃？听得离岸之这样一说，人们都是反应过来。就在这时，那血龙再度发出怒吼，随后竟然摆动着巨大的身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掠向了圣灵兽。血盆大口张开，就向圣灵兽咬了下去。然而圣灵兽也绝非寻常之辈，身形飘渺，便轻易躲开。随后圣灵兽嘴巴张开，道能量体便不断向那血龙飞掠而去。血龙的体内忽然散发出血色光华，宛如护盾一般，竟直接将圣灵兽口中射出的能量体全部挡了下来。眨眼之间，这两只可怕的巨兽竟然站在了一处，他们二者交战所掀起的涟漪便是毁天灭地的级别。幸亏那血龙出手之前释放出了那个结界，把众人挡在了外面，否则单单是二者交手所掀起的涟漪便足以让众人飞灰烟灭。奇怪，那自地狱阵法之中飞出来的怪物，他所释放的结界好像不是为了封锁圣灵兽，倒好像是在保护我们。人群之中有人说道，不会吧，他这样的怪物怎么会保护我们？然而此人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感到震惊的同时，也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怪物宛如自地狱一般走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那可怕的气息。这样的怪物怎么可能会帮他们呢？大家快看，看那怪物的头颅！就在此刻，有人惊呼一声，听得此人开口，人们皆是向那怪物的头颅观望而去。而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是目光大变，包括离岸之以及濮阳寒和濮阳旗也同样如此。因为人们发现，在那怪物的头颅深处有着一道身影，那怪物移动的太快，人们有些看不清，但若仔细观看，人们还是能够大概的看出，那个人他好像是楚风，是楚风，是楚风少侠。楚风少侠被这个怪物给吃掉了。忽然有人发出悲痛欲绝的惋惜声，吃掉个屁，你家被吃掉不是进肚子里，而是进到头颅中的。然而此人话语刚出，便立刻遭到了同门之人的斥责。只是被斥责后，那人反而是一脸的迷茫，问道，可是没有被吃掉，楚风少侠又怎么进入了那怪物的脑袋之中？事实上不仅仅是此人，在场之中仍有不少人不明白楚风是如何进入那怪物的头颅之中的。是楚风操纵了那怪物，眼下并非是那怪物在和圣灵星号手，而是楚风在催动那怪物的力量，与圣灵星号手。就在此刻，离岸之缓缓说道，什么？竟然是楚风公子在催动那怪物？那也就是说，
那道封锁结界也是楚风公子释放而出，是楚风公子在保护我们。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离岸之一番话，立刻让那些不解之人恍然大悟。此刻，人们终于知道楚风为何要跳入那宛如地狱入口的阵法之中了。搞了半天，楚风一眼就看出那地狱入口内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只要进入其中，便可以催动那强大的力量，而只要催动了那强大的力量，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与圣灵兽一战。直到此刻，人们才明白，那宛如地狱的阵法实际上只是一种障眼法。只是可惜，在场之中除了楚风之外，所有人都被这个障眼法给迷惑了，唯有楚风看穿了一切。此刻，人们再度看向那血龙，目光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一丝敬佩。与此同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却也不得不去承认，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两位大人的后人，的确是有着过人之处，不仅修为强过在场的所有人，这洞察力同样强过他们在场的所有人。楚风催动血龙，与那圣灵兽站在了一处，那结界之内，武力炸裂，涟漪翻腾，当真是天翻地覆。而被封锁结界拦在之外的众人，也是看得热血澎湃，就宛如自己置身那战斗一般。实际上，那战圈太强，围观者根本就看不清具体的交战过程，只能感受到威势，后知后觉，惊叹于那交战的恐怖。可哪怕如此，他们依旧是满眼的期待与兴奋，不因别的，只因这一战关系到他们能否进入那传说中的圣灵光之阵。更何况，眼下他们多多少少都能够感受得到，圣灵兽虽强，但却不敌楚风所催动的血龙。继续下去，要不了多久，这圣灵兽就会被楚风击败。也就是说，现在虽然胜负还未定，但人们却已经看到了希望，并且深深的期盼着楚风能够击败那圣灵兽。楚风公子实在是厉害啊！那血龙力量如此之强，若没有一些本事，想催动也是难啊。至少换作是我的话，根本就无法催动于他，绝对催动不了。不仅催动不了，他还是会被其强大的力量所反噬。这还用你说？单用看的也知道，想要催动那血龙是极难的，就别说催动他之余，还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战力了。楚轩辕之子果然是名不虚传，看来我祖武修行界又一位绝世奇才要出世了。观战之际，众人的嘴也没有闲着，不断的夸赞着楚风。确切的说，这也不能是夸赞，毕竟一切摆在那里，他们对楚风的佩服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在场之中，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楚风能够胜。比如濮阳天族的人，他们便不希望楚风赢，哪怕楚风赢了对他们有好处，可是他们却也不希望楚风赢。至于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想楚风出这个风头。尤其是濮阳寒，他不仅希望楚风输，他更是希望楚风死在那圣灵兽的手中。可恶！可是观战之际，濮阳寒不仅脸色越来越难看，他那袖中的双拳也是越握越紧。开始圣灵兽还能与楚风所催动的血龙一战，可是现在那圣灵兽竟然四处逃窜，连一战的能力都没有了。最重要的是，那圣灵兽已是遍体鳞伤，就连逃都逃不掉血龙的进攻。眼下大局已定，胜负只是时间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这祖武修行界主域之中，有着一座广场，这广场的中心区域乃是一座结界入口，而在这广场之上，则是聚集着祖武修行界内的不少高手，就连东郭天族的东郭冰羽以及濮阳天族，还有离世天族等人，也都在那广场之上有着一席之地。原来，在楚风等星宿全部进入星宿阵法之后，那些看守着结界门的灵狐天族族人便打开结界门，让东郭冰羽等人通过结界门进入了这座广场之中。虽然进入了这广场之中，可是他们却只不过是一群配角而已。此处当之无愧的主角，便是来自主域的势力。众所周知，现在在祖武修行界的主域之中，有着4个势力，最强大的便是灵狐天族。他们不仅仅是这主域的主人，事实上，他们也是祖武修行界的主人。他们凭借强大的实力，几乎掌握了整个祖武修行界，没有人敢与他们抗衡。而除了灵狐天族之外，另外3个势力分别是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梦魇灵族是一个奇特的种族，他们皆是披着黑色的长袍，长袍之下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就算脱掉长袍，他们也不过是一道黑色的气体，那黑色的气焰便是他们的本体。如此特殊的他们，在这广场的席位之中清晰可辨。而梦魇灵族的狠厉又是出了名的，据说在如今的祖武修行界，折磨人手段最凶残的便是这梦魇灵族，这与他们特殊的血脉之力有关。而除了梦魇灵族之外，通天兽族也是一眼可见，甚至在这广场之中，通天兽族比梦魇灵族还要显眼，因为他们太高大了。通天兽族是一群人身兽首的庞然大物，他们之中身材最矮小的也有100米，身材最高大的竟有1000米。这样一群庞然大物聚集在一起，真的是想让人注意不到都难。但是别看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如此的引人瞩目，并且也都具备着极为强横的实力，可是在这广场之中，当之无愧的主角仍然是灵狐天族。因为就连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这2个在整个祖武星域都是威震8方的强大种族，在这祖武修行界内却只是灵狐天族的附属。在祖武修行界内，梦魇灵族与通天兽族早就已经臣服于灵狐天族的门下，如今虽然同是主域的势力，可是他们却只是灵狐天族的手下而已。灵狐天族的强大已是无需多言，只是那主域的第4个势力却并未出现。对此，众人表面没有任何怀疑，可是私底下却已是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那第4个势力是谁，尤其是东域之人，对于这第4个势力更是非常的了解。第4个势力便是由乌马圣杰所率领的乌马天族。乌马圣杰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凭借强劲的实力，他不仅能击败了东域的所有竞争者，
还击败了看守主域的灵狐天族的守护者。而众所周知，只要能够击败守护者，那么这个势力便有资格进入主域，在主域内获得一席之地。可是乌马圣杰虽然率领乌马天族进入了主域，但是如今却又看不到他的身影，这不免让人们去猜想，是不是这乌马天族不愿意如梦魇贵族与通天兽族一样臣服于灵狐天族，从而遭到了灵狐天族的刁难？否则为何主域内的其他3族都出现了，唯有乌马天族没有出现？毕竟灵狐天族已经宣布，这一次光之阵开启，主域内所有势力的新秀都有资格进入光之阵。按理来说，乌马天族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在人们来看，唯一的可能就是灵狐天族邀请了梦魇鬼族和通天兽族，却唯独没有邀请乌马天族。这不是刁难又是什么？当然，哪怕是议论，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的说，所有人都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交谈着，议论着。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恐惧于灵狐天族。嗨！忽然一道轻咳之音传来，这道轻咳响起之后，众人皆是变得一脸的凝重，哪怕是暗中交谈的他们，也是立刻停了下来，因为这位轻咳的人可当真是来头不小。这是一名男子，身材高大，长相不仅英俊，同时眉宇之间充满了英武之气，而其浑身上下更是散发着一股常人少有的王者一般的霸气。他坐在那里，君临天下的气息便释放而出，他乃是君，旁人皆是臣，而他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更好似隐藏着未知的星线，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此人名为灵狐铁面，这个名字有些怪，而他为何叫这个名字，想必唯有他的父母知晓。不过说起来，灵狐铁面这个名字与他这冷若冰霜的脸倒也般配。但是名字并不重要，对于修武者而言，实力才最重要。这灵狐铁面在当今的祖武修行界内乃是公认的最强者，是一手遮天的存在。在这祖武修行界内，他是真正的王。事实上，不仅在祖武修行界内，在整个祖武星域，他也是有着一定的名号。因为灵狐铁面乃是当代的祖武10星之一，并且位列祖武10星的第3位，这是一个妖孽级的天才。哪怕在祖武修行界这种众多天才汇集的地方，他也是鹤立鸡群，光芒璀璨，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存在。自然而然的，这灵狐铁面也是灵狐天族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的领导者。虽然论辈分，他也是后辈，可是修武者的世界就是如此，辈分不重要，实力才最重要。那光之阵的入口就要开启了，去把那些小辈叫过来吧。灵狐铁面说道。他此话落下之后，便立刻有人离去，似是去叫人了。而这一刻，来自东南西北4域的人也都变得期待起来。虽然他们来到这广场已经有一会时间了，可是他们还未见到灵狐天族以及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新秀。大家也都很好奇，这3个强大的种族今年进入了怎样的新秀？毕竟无论是灵狐天族，还是梦魇灵族，或是通天兽族，他们都是从来不缺新鲜的血液和强大的天才的。过了没有多久，一群新秀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看到这群小辈，整个广场都为之沸腾了。因为今年进入此处的新秀着实太过厉害了一些，哪怕如东郭冰雨这种在祖武修行界修炼多年的人，却也曾听过他们的大名，甚至知道他们的模样。此次的小辈都是天赋异禀之辈，而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3位，他们分别叫做通天渊明、梦魇无双、令狐伦。通天渊明来自通天兽族，年龄不足100岁，乃是祖武10星之一，名列祖武10星第8位。梦魇无双来自梦魇灵族，年龄不足100岁，同是祖武10星之一，名列祖武10星第7位。令狐伦来自灵狐天族，年龄不足100岁，同是祖武10星之一，而他的排名更是在通天渊明以及梦魇无双之上，乃是祖武10星的第6位。祖武10星是怎样的存在，大家都知晓，那可是当今祖武星域最强的10个小辈之一。而这一次居然出现了3个祖武10星上有名次的存在，众人怎能不惊讶？尤其是灵狐天族的灵狐伦，他的气息已经超越了天仙境，他乃是一位武仙，虽然只是一品武仙，但这样的修为足以傲视此次进入祖武修行界的所有新秀，甚至就连通天渊明和梦魇无双在他的面前都是显得弱小不堪。毕竟通天渊明和梦魇无双也只是9品天仙而已，虽然只是1线之隔，但却宛如天地之别，天仙再强也无法与武仙抗衡，这是修武界不可逆转的法则。灵狐天族果然厉害啊，难怪会在短时间内成长到如今的地步。此刻各方势力的人都是忍不住发出感慨，灵狐天族如今在祖武星域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傲视群雄的地步，甚至有人觉得灵狐天族不仅凌驾于祖武星域的其他势力，哪怕星域之主也是能够一战。也就是说，现在灵狐天族的实力已是强大到可以撼动星域之主的地位。本来对于灵狐天族的崛起，许多人还感到不解，但是看到灵狐天族的新秀们，他们便知道为何了。层出不穷的修武奇才便是灵狐天族强大的根本。只是在众人惊叹于灵狐天族新秀的强大之际，那灵狐铁面却是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命也呢？灵狐铁面对灵狐伦问道。命也。然而听到灵狐铁面这句话后，众人则是再度神色一动。灵狐命也同样是灵狐天族的天才之一，不仅是祖武10星，他的排名比灵狐伦还要高，乃是当今祖武星域祖武10星的第5位。莫非这一次灵狐天族内不仅灵狐伦这位妖孽级的天才来了，就连灵狐命也来了？铁面哥，命也说他对这光之阵没有兴趣，所以便不参加了。灵狐伦漫不经心地说道。虽然灵狐铁面是灵狐天族在祖武修行界内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可是其实灵狐铁面以及灵狐伦都是同辈，又因都是族内重点培养的天才，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自然而然的，灵狐伦也就没有像其他族人那样
对灵狐铁面毕恭毕敬，反而是一副兄弟的态度。只是相比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则是更惊讶于灵狐命也的到来。二人的对话已经确定了众人的猜测，位列祖武十星的第5位的灵狐命也的确进入到了祖武修行界，这下可不得了了。灵狐铁面已是能够一手遮天，如今又进来了灵狐命也和灵狐轮这2个妖孽，这还让不让其他势力的人活？在祖武修行界内，当真是无人能与灵狐天族抗衡了，因为这差距实在太大了。命也未免也太任性了，他难道不知道这光之阵对他来说是一次机会？得知灵狐命也竟然不打算进入光之阵修炼，灵狐铁面那本就冷漠的脸上有些怒意。他知道，所以他才觉得对他没用，因为命也他有着自己的修炼方法。灵狐轮说道。听得灵狐轮这样一说，灵狐铁面的脸色忽然一动，眼眸之中涌现出了恍然大悟的目光。他忽然意识到，灵狐命也应该是某种修炼的手段练成了，而相比于灵狐命也自己所掌握的修炼手段，光之阵的效果其实的确可以忽略。想到这里，灵狐铁面的脸色倒也是好转了不少。既然命也不在，那这次对你来说倒也是个机会，可不要让我失望。灵狐铁面对灵狐轮说道。他此话一出，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的人则是一脸的无奈。所有人都知道，进入光之阵能获得多少成就，其实与自身实力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在场的星宿之中，明摆着是灵狐轮的实力最强。莫说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星宿不敢造次，就算他们敢，可是他们也没有那个实力啊。这次既然灵狐命也不打算进入光之阵，那么收获最大的自然而然的就是灵狐轮了。就在此时，那光之阵的结界入口忽然涌现出了特殊的光华，与此同时，道道符咒也是从中涌现，如同聚集在湖泊之中的鱼群，快速的奔腾起来。光之阵被激活了，所有星宿做好准备。见此情形，灵狐天族内有人开口说道：“不对！”可是紧接着，那位开口之人却是目光一动，忍不住大喊一声。听得他这样一说，在场的不少人也是发现异常，的确不对，眼下那结界入口的变化，并不像是简单的快要打开的样子，因为无论是光芒还是其中涌动的符咒，都很不寻常。就在这时，那结界入口不仅光芒越加的刺眼，那符咒竟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宛如灵兽一般的物体，甚至那光芒冲天，就连虚空都是产生了变化，耀眼的光华普照八方。天空之上传来隆隆之音，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猛兽虚影竟然映射在了虚空之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天现异象？众人皆是满眼的惊讶，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到这广场已经不是1次2次了，他们都见识过那光之阵入口开启是什么模样的，但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莫说旁人，就连祖武修行界内的最强者，这主域的王者灵狐铁面也是不由得自作已起身，满眼复杂的凝望着虚空的景象。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何忽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圣灵光之阵是传说中的圣灵光之阵，一番观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惊呼出声：“你说这是圣灵光之阵？你确定？”他此话一出，便立刻有人追问起来。虽然眼下的景象人们是第一次看到，可是关于圣灵光之阵，人们却是早有耳闻。不会有错，我曾听族内的一位前辈提起过，圣灵光之阵开启之后，便是眼下的景象。那星宿阵法之内，有人击败了传说中的圣灵兽，从而召唤出了这圣灵光之阵。那位一脸确定的说道。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灵狐天族的灵狐轮，包括灵狐铁面，也皆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圣灵光之阵意味着什么？人们都很清楚，这么多年来，只有2个人召唤出过圣灵光之阵，而那2位无一不是名震祖武星域的大人物。甚至当年许多人都觉得，他们2个若是继续成长下去，绝对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便推翻星域主界的地位。难不成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如那2位一般强大的存在？在众人不解之际，东郭天族的不少人却是变得异常的激动起来。东郭天族的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郭冰羽，似是在寻求一个答案。若是真的有人召唤出了圣灵光之阵，那么就一定是他做的。东郭冰羽说道。东郭冰羽此话一出，东郭天族的人则是更加的激动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东郭冰羽所指的人是谁。圣灵光之阵开启，将会在短时间内贯穿星宿大阵，究竟是谁开启了圣灵光之阵，很快便会知晓。先前那位确定这是圣灵光之阵的人开口说道。那位的一番话后，众人也觉得很是在理。一时之间，那广场上的各方势力都变得激动起来，尤其是濮阳天族和黎氏天族的族人。毕竟濮阳天族的星宿有濮阳寒和濮阳奇，而黎氏天族的星宿有黎暗之。在他们看来，若是那星宿大阵之中真的有人召唤出了圣灵光之阵，他们觉得很有可能是他们族中的族人。在众人猜测之际，那虚空之上的异象则是出现了变化。在那天际之上的巨兽虚影开始变换，紧接着开始消散。而当那巨兽虚影彻底消散之后，在那虚空之上竟出现滔天的浪花，那浪花并未下落，反而越聚越多，眨眼之间竟在那虚空之上汇集成了一片汪洋。只是那汪洋汇集而成，却水面如镜一般平静，就宛如一个超巨型的镜面。那镜面不仅极美，自那之中还映射出了一幅画面，那是一群人，他们正是进入星宿大阵中的星宿们。眼下无论男女，无论来自哪个势力，他们都在围绕着一个人欢呼雀跃，且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欢呼呐喊的同时，也有人还毫不吝啬地对其夸赞。虽然那镜面只能映射出这个画面，根本听不到众人所说的话，可是在场皆是修武者，他们根本无需听到声音，单单是靠那画面中众人说话的口型，便可以分辨出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所高呼之人的名字叫做楚风。楚风，那不是这一次星宿大阵开启时第一个星宿大阵的人，是楚氏天族的那个楚风。忽然有人开口说道，话语之中充满惊色。楚氏天族
是东域的处世天族。这一刻，灵狐天族中也有人开口问道：“是的，此次星宿大阵开启，第一个星宿大阵的便是处世天族的族人楚风。”有人开口回道：“处世天族这个家族不是早就落寞了，已经没有资格进入星宿大阵，怎么此次进来了，并且居然还是第一个进入星宿大阵的？”灵狐天族以及梦魇灵族，还有通天兽族以及位于其他3域的种族，都是陷入了这样的疑问。虽然处世天族已经落寞，甚至从始至终都未登上过祖武星域最强势力的地位，可是处世天族在整个祖武星域却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不因别的，只因那2个绝世奇才，便皆是出自那弱小的处世天族。到底怎么回事？东域的人可有能解释一番的？就在此刻，灵狐天族的人将目光投向了东郭天族等来自东域的势力。这件事由我来解释吧。就在此刻，东郭冰羽站起身来。东郭冰羽，你只需要说这个楚风是何来历便可。灵狐铁面说道：“这个楚风乃是楚轩辕的儿子，楚汉仙的孙子。”东郭冰羽说道：“什么？当真是那个楚风？”东郭冰羽此话一出，顿时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所有人的惊讶之容皆是毫无保留的可刻了脸上。其实早在听到楚风2字的时候，人们便想到了楚风这个人，毕竟一切太过巧合，人们想不联系到楚风的身份都是不行。可是在人们的听闻之中，楚轩辕之子早就死了才对，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在这里？楚风未死，并且已经回到处世天族，他此次进入祖武星域便展现出了强大的天赋，因此才获得了进入星宿大阵的资格。只是我也没有想到，这楚风的天赋如此之强，他不仅第一个进入了星宿大阵，竟然能够召唤出圣灵光之阵。看来楚轩辕前辈的儿子似乎是继承了楚轩辕前辈过人的天赋。东郭冰羽说道：“其实他是故意这样说的，因为他知道灵狐天族的作风，得知楚风天赋过人，难免会对楚风进行压制。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大肆宣扬楚风的天赋，让灵狐天族知道楚风不是寻常的天才，这样的天才是没有办法压制的。尽管这样做有些极端，可是在东郭冰羽来看，这是他唯一能帮楚风的了。必须让灵狐天族的人感受到更大的威胁，也许他们才会妥协，否则他们会毫不留情的去打压楚风。这也就难怪了，还以为是谁召唤出了传说中的圣灵光之阵，搞了半天竟然是楚汉仙与楚轩辕的后人。楚汉仙、楚轩辕、楚风，这祖孙3代分别召唤出了圣灵光之阵，当真是天赋过人啊！只是听闻那楚风当年那是不具备修武天赋的废物，怎么如今又拥有了堪比他父亲与他爷爷的妖孽级天赋？管他呢，当年之事谁说得清楚？当年的真相就更没有人清楚了。我只知道楚世天族又出现了一位堪比楚汉仙和楚轩辕的天才，楚世天族又要进入祖武星域各大势力的视线之中了。是啊，这下楚世天族他又要成为星域主剑，都不得不重视的存在了。只是不知道这楚风的天赋与灵狐鸿飞相比，到底谁强孰弱呀？说来也是，当初多少人都觉得灵狐鸿飞未能与楚轩辕在同一个时代是一个遗憾，因为无法比较他们2人究竟谁更厉害。而现在楚轩辕的儿子竟然横空出世，这简直就是在弥补这个遗憾。尽管灵狐鸿飞依旧无法与年轻时的楚轩辕过招，但却能够与楚轩辕的儿子过招啊，真是期待。只是不知道这个楚风的天赋到底有没有达到他父亲当年那个级别，具不具备与灵狐鸿飞一较高下的资格。连传说中的圣灵光之阵都召唤出来了，已经证明了此子的实力。我觉得他也许现在还不如灵狐鸿飞，但日后定能与灵狐鸿飞一较高下。此刻各方势力的人都忍不住发声感慨，倘若楚风只是第一个进入星宿大阵，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实力，那么他击败圣灵兽，召唤出圣灵光之阵，便足以证明他的实力。毕竟这可是在座的所有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甚至震惊之余，人们还拿楚风与灵狐鸿飞进行比较。听到众人的议论，灵狐天族的人脸色可就有些不好看了。灵狐鸿飞是谁？那可是当今灵狐天族第一天才，祖武10星之首，哪怕灵狐铁面这种级别的天才，在灵狐鸿飞面前也将黯然失色。那是真正妖孽，也是灵狐天族引以为傲的存在。在这个时代，如果天才可以分级别，那么其他天才是一个级别，而灵狐鸿飞自己便是一个级别，因为他是那种连其他天才都无法相提并论，甚至触不可及的存在。而现在竟然有人拿一个当年被誉为是无法修炼的废物来与灵狐鸿飞相比，灵狐天族的人自然很是不爽。哼，只是召唤出了圣灵光之阵而已，进得去进不去都还不一定，居然在你们口中就成为了堪比灵狐鸿飞的存在，你们也未免太看得起这个楚风了吧？更何况哪怕是当年的楚汉仙和楚轩辕，也并未在祖武星域掀起什么大浪，只论名声并不如当今的灵狐鸿飞，更别说他们这个后人了。然而在众人惊叹于楚风的实力之际，却有一道充满讽刺的声音响起。这道讽刺的声音并不是来自灵狐天族，而是梦魇灵族在祖武修行界内的最强者梦魇灭杀。尽管梦魇灵族的族人皆是身穿黑袍，根本就分不清他们的模样，可是梦魇灭杀不仅嗓音独特，他那4品5仙的气息更是毫不掩饰的散发着，所以他这一开口，人们便知道是他在说话。而梦魇灭杀不仅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存在，更是一个狠辣无比的杀人狂魔。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做梦魇灭杀，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给自己改的。之所以改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曾发誓，只要与他为敌者，他都会灭杀对方全族，片甲不留。而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履行着自己所发下的誓言，除非是实力强大的家族，否则那些弱小的家族敢与他为敌的，都遭到了他的毒手，灭杀全族，毫不留情。别看他只是一个不足300岁的小辈，但是死在他手中的生灵足有亿万之多，甚至
他曾一怒之下屠杀过一个凡界的所有人，然而那还是大家知道的，大家不知道的，死去在他手中的人就更多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杀人狂魔，手上沾满了无数的鲜血。说他是魔鬼都是毫不为过，但是不同的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他总会找到一个出手的理由，所以人们倒也无法说他什么。可不管怎么样，人们都很清楚，这是一个不能招惹的存在。正因如此，所以当他开口后，原本议论纷纷的众人也都变得平静下来。可能单纯的论实力，这梦魇灭杀不如灵狐铁面，可若狠辣与残忍，怕是灵狐铁面也是不如他。这样的家伙，没有人愿意得罪，更何况人们能够明确的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他对楚风的不屑。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敢去继续夸赞楚风？然而就在众人都闭上嘴巴的时候，一道如雷鸣一般响亮的浑厚嗓音却是在天际之上炸响，是通天兽族的通天子兽。通天子兽身高达到1300余米，是真正的巨兽，并且因为它浑身为紫色，有别于其他族人，所以它才名为通天子兽。通天子兽有着与梦魇灭杀不分上下的实力，同样是4品5仙，同时它也是通天子兽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的最强者与领导者。这通天子兽与梦魇灭杀可以说是灵狐铁面在祖武修行界的左膀右臂。灭杀兄，你先前说楚风他能不能进入圣灵光之阵还不一定，不知为何会有此言论啊？通天子兽开口问道。难道你忘记主域之主在这主域之内有着绝对的掌控权？莫说修炼资源，就连诸多阵法也是被其掌控。所以这些来自东南西北4域的星宿，虽然召唤出了圣灵光之阵，开启了直接通往圣灵光之阵的大门，可是到底能不能够进去，其实还要看我们的铁面兄。梦魇灭杀说此话的时候，看向了灵狐铁面，而听得他这样一说，东郭冰羽等东郭天族的族人却是眉头紧皱起来。梦魇灭杀一语惊醒众人。虽然按照传说，楚风他们在成功的召唤出圣灵光之阵后，的确会开启进入圣灵光之阵的大门，可是灵狐天族早已经掌控了祖武修行界的主域，同时他们也掌控诸多阵法的阵眼。那一灭杀兄，你的意思，我到底该不该让他们进入圣灵光之阵？灵狐铁面问道。自古以来，光之阵就唯有主域之主可以享用，这些来自4域的星宿显然不具备进入光之阵修炼的资格，又何况是圣灵光之阵？我觉得铁面兄身为祖武修行界的主宰者，还是应当维持这个规矩才是啊，否则岂不是乱了身份？梦魇灭杀此话说完，便抬起头来看向了那通天子兽，说道：此兽兄，你觉得呢？我觉得灭杀兄所言极是，这些来自4域的星宿显然还不具备进入光之阵的资格，自然不能让他们进入啊。通天子兽说道。听得二者一番话后，那广场之上可就不仅仅是东郭冰族的人眉头紧皱了，如濮阳天族、黎氏天族等强大势力的族人也是一脸的担忧。毕竟眼下在星宿大阵之内的不仅仅是一个楚风，还有他们各自势力的族人啊。若是能够进入圣灵光之阵，那绝对是好事一桩。可是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主域的这3个势力竟然会如此，果然居然都不准备给楚风他们这个机会。既然如此，那怕是不能让他们进入其中了。修明啊，你现在便去主阵之中，运用主阵之中的阵法，通知一下那星宿大阵中的人，告诉他们，等下圣灵光之阵彻底开启，不可进入其中，若是擅自进入，后果自负。灵狐铁面说道。